第一天，玩家布朗变身为婴儿灭霸出生在泰坦星，他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眼前的父母，但父母却说灭霸拥有异常基因，会毁掉一切。随后大喊着让灭霸离开。被迫离开的灭霸想不通，怎么会有这种父母？他转过身，听见父母对另一个小孩说：“至少我们还有你，丘比。”灭霸的内心顿时充满愤怒的黑洞，他发誓一定会在100天内毁灭一半的宇宙生命。史上最恐怖的行动即将开始。第二天，灭霸开始了漫长的报复之路。他收集木头做了木镐，然后继续采矿，制作了一些石质工具。接着，他用附近的资源做了个小屋。4只羊路过时，灭霸坚持毁灭一半，保持平衡的原则。他只杀掉其中2只，坐床睡觉。正要睡觉时，他听见了敲门声。打开门才看见是他的弟弟丘比。丘比说他觉得灭霸很酷很独特，想要跟他玩。灭霸听了后愤怒立即转换为欣慰。忽然屋外出现了僵尸的叫声。丘比和灭霸分别拿出木剑和石剑与僵尸战斗，他们俩配合得很默契。僵尸马上被消灭，丘比也更加钦佩他的哥哥灭霸。第3天，灭霸打算寻找一些食物，不过他首先做了围栏，以圈养不杀的动物，然后才开始搜寻动物。他只顾着找猎物脚下，一不留神坠入了深渊。醒来后，他发现自己身处到处都是红色的地方。一个女生显现，灭霸忘记了危险，忍不住告诉她已经爱上了她。女生高兴地介绍自己是死亡女神，会赐予她力量。转眼间，灭霸就变成了成年人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且拥有20颗星。死亡女神说希望他完成毁灭半个宇宙的使命。灭霸欣然答应后，死亡女神消失了，他自己也回到了坠落之前的位置。第4天，一早醒来就想起了父母对他的厌恶。灭霸怒火中烧地杀了附近看到的所有动物，并一路放火烧毁村庄。他还一路冲向泰坦城内和父母分别的地方，并杀死居民。这时丘比出现并恳求灭霸停手，但他视而不见，并找到父母，让他们承认还爱他。父母坚称不可能，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爱他。灭霸的绝望达到顶点，他大力挥剑送走了自己的父母。旁边的丘比大喊着会让灭霸付出代价，然后就乘坐飞船逃跑了。第5至6天，毁灭宇宙前需要收集更多资源。灭霸制作了铁剑、铁镐、铁斧和铁制的全套盔甲。不知名的洞穴生物出现，开始袭击他。他用铁剑很利索地消灭了他们。当灭霸一路走出洞穴，死亡女神正在外面等着他。他告诉灭霸，最近他做的还不错，但远远不够。他需要找到宇宙方块，让自己变得无所不能。在此之前，他需要完成一个测试，就是去另一个星球消灭上面一半的生物。灭霸答应后，就用死亡女神送他的飞船离开泰坦星，到达了一个陌生的星球。第7至8天，死亡女神再次出现，给了灭霸一把暴君屠刀。灭霸毫不啰嗦，就开始见人就送走。当他见到一个小女孩，他安慰她别担心，他说只会送走一半人。小女孩却说自己毫不害怕，这意外的勇敢激起了灭霸的保护欲。她叫卡魔拉，灭霸决定成就大业的路上带上她一起。随后在卡魔拉的注视下，灭霸继续完成任务，送走其他人。完成以后，卡魔拉问灭霸为何这么做。灭霸说宇宙的核心就是平衡，他这么做是对的。第9至10天，灭霸带着卡魔拉在这个星球收集资源。不一会儿，卡魔拉发现了钻石，灭霸快速开采并制作了整套钻石工具。随后死亡女神出现，表达了对灭霸完成测试的赞赏，并将宇宙方块的坐标图给了灭霸，让他前往。死亡女神延续了说完话就消失的风格。灭霸带着卡魔拉准备登上飞船，突然卡魔拉被一大群异形骷髅袭击了。灭霸迟疑了几秒，要不要丢下小女孩这个拖油瓶？最终他还是决定和她一起面对任何敌人。由于骷髅众多，灭霸且战且退，直到登上飞船飞走了。第11至13天，他们到达了一个新的星球。卡魔拉感谢灭霸刚刚救他，灭霸说他是应受保护的另外一半，然后开始探索这个星球。不多久，他们发现了一座巨型神殿。正当他们准备进入时，一个自称叫星云的小女孩出现。灭霸授意卡魔拉发起攻击，直到把星云打得跪下来，喊着投降。这时卡魔拉突然长大为成人，灭霸说为卡魔拉自豪，让他解决掉跪着的星云。星云哀求说自己将来会变强，回报他的仁慈。灭霸冷冷地说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第14至17天，灭霸带着卡魔拉和星云走进神殿，并让他们再入口处望风。他深入神庙搜索，直到发现了几个囤积者。囤积者们轻蔑地说只有打败超巨人才有资格获得宇宙方块。灭霸好奇地问超巨人是谁。随后一个蓝皮肤外星小矮个走向了台面，劝灭霸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灭霸拿出暴君屠刀，用力挥下，超巨人一下子就躺下了。灭霸问这是在逗他吗？囤积者们说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，然后把宇宙方块给了灭霸。灭霸高兴地带着宇宙方块走出神殿，2个女儿向他表示祝贺。这时星云对灭霸说他想展示一下自己可以打败卡魔拉，2个女儿立即就打了起来，局面基本上势均力敌，直到星云拿出一把剑打破战局，击败了卡魔拉。卡魔拉很不服气，喊着不公平，但灭霸说无论如何都要尊重结果，并夸赞了星云。接下来该用宇宙方块大显身手。第18至21天，
灭霸利用宇宙方块的力量在星球间来回穿梭，每到一个星球都会送走其中一半生灵，并把各个星球的上等资源据为己有，这让他制造了更多的钻石装备。看着和敌人打斗的卡魔拉和星云，灭霸感到欣慰。不多久，他们就分别升级到23岁和17岁。灭霸叫停了女儿们的打怪升级，待他们到达了一个宇宙基地后，吩咐手下乌木猴把星云变得更强大一些，他自己独自休息去了。第22至25天，休息的灭霸沉入幻境中。死亡女神对他说，他的进展太慢，让他很失望。灭霸解释说，一切都在进行中，请求他不要离开。突然，死侍哈哈大笑的从一边窜出，并说，现在死亡女神是他的人。灭霸愤怒地说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中的女神的心。死侍再次轻蔑地笑了笑，就带着女神走了。灭霸大喊着，不要，并从睡梦中惊醒。卡魔拉走过来，关切地问灭霸怎么了。他使劲摇摇头，以让自己清醒，然后告诉卡魔拉有一件比毁灭宇宙还复杂的事情，那就是爱。第26至29天，他们在将近午夜到达。暗夜比邻迎接灭霸和卡魔拉的到来，并进去将星云领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机械星云自信地走出来，并报告父亲自己可以摧毁一整个军队。灭霸听了，不仅没有高兴，还很失望地说，他要毁灭的是整个宇宙。他气愤地毁坏了宇宙方块，自言自语道，必须有更劲爆的方法才行。这时，乌木猴出现说道，或许只有无限宝石才能配得上灭霸的雄心。他们一共6颗，汇集他们的力量，就可以任意创造一切和毁灭一切。灭霸听了非常激动。暗夜比邻问道，怎么样才能汇集6颗宝石在一起呢？灭霸说，可以制作一个金属手套，将它们汇集在一只手上。第30至33天，灭霸告诉卡魔拉，他很信任他，并将寻找灵魂宝石的任务交给他。没想到卡魔拉十分不情愿，说为什么他自己不去？灭霸解释说，再强大的人都需要团队协作。看着卡魔拉摔门而走，灭霸心想，青春期少女可真难沟通。随后他开始思考如何找到能制造金属手套的人，于是他独自乘坐飞船在星球间穿梭，不断审问遇到的人谁能制作手套。最终一个居民告诉他，这个星系中有一个矮人星住着水平高超的匠人。灭霸说，因为你帮助我，所以我会赦免你和你的族人。居民诚恳地说，你真是仁慈。灭霸笑了笑说，你真有眼光。第34至35天，灭霸决定改造一下飞船。他在船底做了个审讯室，然后又增加了一些电脑屏幕和照明灯，还设计了一个航天器专用的气闸门。结束工作后，他想星云或许能派上些用场，就去找到并告知他，等训练完后他就能承担重任。于是他带星云到达一个星球，让他送走那里所有的居民。做完这些，他让星云自己先回去，他要前往矮人星寻找能帮他做手套的人。第36至37天，灭霸带着黑暗教团抵达矮人星，并大开杀戒，希望逼迫他们的首领现身。最终灭霸找到了矮人星的首领矮人王，他答应为灭霸制造无限手套，以换取灭霸不再继续杀戮自己的子民。矮人王回到工作室，很快就锻造出全新的无限手套，他交给灭霸，让他信守承诺。但灭霸却说，对于屈服的首领，他十分不屑。他吩咐黑矮星控制住矮人王，并让其余黑暗教团成员送走其他所有人。听着矮人王撕心裂肺的怒吼，灭霸停下来沉思了片刻，他还是确信自己的平衡观念是对的，何况还能赢回女神的青睐。第38天，灭霸召集黑暗教团开会，灭霸问大家具体情况如何。黑矮星说，他十分讨厌钢铁侠和一个愚蠢的小蜘蛛，他俩让他们遭受失败。王任将军接着说，红女巫和幻视也逃脱了追捕。暗夜比邻马上补充说，那是因为他们有帮手。灭霸听了，怒斥黑暗教团无用，然后离开去找卡魔拉。第39至41天，灭霸通过 GPS 定位确定了卡魔拉的坐标，并去找他。见到卡魔拉时，他的眼中正充满失望。他说他没找到灵魂宝石。灭霸失望又愤怒的让他找不到宝石就永远别再回来。这时星云走过来问能否协助灭霸，他说自己不想再遭遇失望，拒绝了他。为了让自己进一进灭霸回到泰坦星的家，这里已被他几乎毁灭干净，除了当初那个小木屋，其他建筑都已面目全非。灭霸看着木屋，打算改造升级一番。从各个星球掠夺的材料非常充足，在木屋外新建的电脑这时有了反应，电脑信息提醒有个叫复仇者联盟的组织正在找他。灭霸不屑一顾地忽略，走进房间去睡觉了。第42至45天，灭霸被屋外的飞船声吵醒，他出来查看，是他的弟弟丘比。见到弟弟，他很开心地问他最近怎么样。丘比回答说，现在他叫星狐，是星星军团的成员。他知道灭霸正在找无限宝石，而他知晓心灵宝石的下落。灭霸问在哪里，丘比却说淘气的洛基已将他做成了权杖。乌木猴前来汇报关于地球的消息，洛基试图利用权杖统治那里，但已经被复仇者打败了。灭霸说现在正好过去，丘比却建议先找到其他宝石比较好，这样复仇者们会慢慢放松警惕。灭霸同意了丘比的建议。第46至49天，灭霸更广泛地在宇宙中搜寻无限宝石，最终却一无所获。黑矮星报告说，指控者罗南已经被银河护卫队消灭，他们依靠的正是力量宝石。灭霸听了很开心，问他们现在在哪里。黑
菲尔辛接着说，他们正在山达尔星，并且卡魔拉现在也是银河护卫队的一员。灭霸说，不管是谁挡住他的路，都该被消灭。随后，灭霸让黑矮星退下，他想看看是否可以召唤死亡女神。他尝试了多次，女神终于出现。灭霸问他，卡魔拉为什么会背叛他？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他？死亡女神很肯定地答道，没人会爱他这么坏的父亲。灭霸听了非常恼火。第50至53天，灭霸带着黑暗教团抵达山达尔星，这里的居民让他们马上离开这里。灭霸不多废话，又是一场屠戮。山达尔居民毫无抵抗之力。星星军团派出星狐，也就是灭霸的弟弟丘比出现。星狐解释道，将灭霸引过来，正是他消灭他的计划。灭霸说，为什么你和爸爸妈妈都要这样对我？我只是长得跟你们不同而已。星狐说，并非是因为你的长相，而是你要毁灭一切的恐怖行为。灭霸解释说，他只想消灭一半，不是一切，然后用暴君屠刀砍向弟弟。虽然星狐拥有强大力量，而且是可以飞行的英雄，但跟愤怒值爆表的灭霸相比，还是略逊一筹。很快，星狐就被轻松击倒。灭霸将力量宝石抢走，安装到无限手套上，并解锁了用力量宝石射出致命激光的技能。他疯狂地毁灭了整个山达尔星，并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看着废墟。又一个星球被毁灭了，宇宙又更平衡了一点。第54至57天，回到基地的灭霸认为是时候去寻找空间宝石，就是被镶嵌在洛基的权杖上的那颗。他询问乌木猴更多相关信息。乌木猴很兴奋地说道，阿斯加德现在已经被拉格纳罗科雷神克隆体毁灭。灭霸说，现在正是去进攻的好时机。乌木猴提醒他要格外留意一个叫索尔的家伙，并送给他一整套的下界合金护甲以加强防御。第58至61天，灭霸拦截了正要前往地球的阿斯加德人，并屠杀了整个飞船。他审问一名阿斯加德人索尔的下落，得知他在驾驶舱后，他命令那人带他过去。正坐在机长椅上的雷神看到灭霸，大骂他是丑陋的紫色怪兽。灭霸说自己只是来问点事情，并不想打架，只要说出洛基在哪里，他就会放过所有人。索尔说，我告诉你个锤子，就抡起了锤子。海姆达尔也用剑开始进攻。尽管他们都很强，但现在的灭霸更加强大。很快，灭霸就赢得了战斗，并逼问洛基的下落，否则他将消灭掉所有阿斯加德人。索尔只好告诉灭霸，洛基现在应该就藏在这艘飞船里。灭霸满意的转身离开，去寻找。第62至65天，灭霸来到船底，一边寻找洛基，一边杀戮阿斯加德人。不一会儿，洛基现身了。灭霸表明自己在寻找无限宝石，以毁灭一半的宇宙生灵。洛基听了说，这关我什么事呢？灭霸说，你不交出来，我就灭了你，这总关你的事吧。很意外的洛基立即就将宝石给了灭霸，他满意的转身离开。这时，洛基用匕首发起了偷袭，灭霸拿出暴君屠刀杀向洛基，很快就送走了这个和自己相比不堪一击的神。随后，灭霸立即将空间宝石也镶嵌在手套上，获得了瞬移传送的技能。正当他要离开时，一个绿色的巨人向他怒吼，并二话不说的将拳头甩向灭霸。灭霸使用新的瞬移技能进行攻击和防守。正当绿巨人开始落入下风时，海姆达尔出现，将绿巨人传送。灭霸很生气的一刀解决了海姆达尔。第66至70天，灭霸回到基地后，吩咐黑暗教团前往地球，在他自己到达前，先削弱一下复仇者们的实力。说完，他就传送到了虚无之地去寻找现实宝石。当他抵达后，第一时间开始了例行公事的大扫除。在人群中，他发现了霍华德怪鸭，并询问他收集者在哪里。霍华德鸭被迫自愿地告知灭霸收集者正在对面的塔顶。灭霸礼貌地说了谢谢，然后去往塔里找到了收集者。他知道现实宝石就在他手里，让他交出来。收集者说，搞收藏的会用生命保护自己的收藏品。灭霸听了笑了笑，狠狠地击打收集者。收集者扛不住了，让灭霸停手，把宝石给了他。灭霸拿着现实宝石放进手套中，并将收集者变成了随机生物。他开心地像个孩子，将见到的所有人都变成了随机生物。现在他拥有了可怕的随意改变现实的能力。第71至74天，得到现实宝石的灭霸决定放松一下。他打了下手指，就把虚无之的幻化成了一个美丽的海滩。肚子饿的他又幻化出管家，让他给自己送来宇宙最好的肉食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将他唤醒回真正的现实。原来是乌木猴向他禀告说，地球上的复仇者联盟正在集结，准备打败他。此外，所谓的银河护卫队也正在向这里赶来。灭霸嗤之以鼻说，就看他们能否护卫好自己吧。第75至78天，灭霸在自己的基地外静静等候。突然，一艘巨大的飞船出现，从里面走出来的正是护卫者们。灭霸讽刺说，你们就是所谓的护卫者，还有令我失望的女儿。护卫队开始对灭霸发起了群攻，然而灭霸却不讲武德的将其中2名队员变成了动物。星爵和卡魔拉继续向灭霸进攻。灭霸在战斗中抓住了卡魔拉，并趁星爵不注意将他的枪变成了泡沫。他对卡魔拉说，如果他跟他走，他就会放过所有人，否则就会送走所有人。卡魔拉只好同意，于是被灭霸带进了基地。第79至82天，回到基地的灭霸斥责卡魔拉明明知道灵魂宝石的下落，却对他撒谎。他带他去见被囚禁折磨的星云。
虽然星云见到他并不高兴，但卡魔拉还是于心不忍，只好答应带灭霸去沃米尔星。在灭霸驾驶飞船时，卡魔拉从背后袭击了他，却无法对他造成重伤。他还告诉卡魔拉，他一直在警惕他，因为他不再完全相信任何人。第83至86天，灭霸带着卡魔拉抵达沃米尔星。一下飞船，一名怪异的红色男子就上来搭话说，如果他想得到灵魂宝石，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挚爱。灭霸问他是谁，为什么了解得那么清楚。他说自己多生以前也一样获得过灵魂宝石，只是最终被他抛弃了，并被诅咒留在这里引领他人。你要的灵魂宝石就在另一边，跟我来。到了悬崖边时，卡魔拉对灭霸说，你永远无法获得灵魂宝石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。灭霸长叹了口气，将卡魔拉推了下去。是的，他正是灭霸真正爱护的那个人。不一会儿，一束光波从悬崖底部发出，将灭霸传送。第87至90天，灭霸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诡异的红色维度，手中正握着灵魂宝石。他将宝石放进了无限手套，随后幼年卡魔拉再次出现。卡魔拉问他是否值得，他回答说值得，并炫耀着将身边的僵尸瞬间化为灰烬。这时，死亡女神出现，及时给灭霸点了赞。灭霸再次说，为了宇宙平衡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。第91至93天，灭霸回到泰坦星，一群复仇者正在那里等着他。不等他发言，复仇者们就发动了袭击。灭霸使用灵魂宝石操纵僵尸们攻击复仇者，尽管他们确实很有实力，但和无限宝石的力量却没得比。然而，最终复仇者却利用集体力量设法控制住了灭霸。就在可以完成最后一击时，星爵却停了下来，询问卡魔拉的下落。灭霸趁机挣脱了复仇者的控制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可以重新占据上风时，奇异博士出现，加入了战斗。不过奇异博士利用时间宝石的魔法也敌不过灭霸。很快，奇异博士被击倒在地。灭霸准备送走他时，钢铁侠及时从背后发起攻击。由于钢铁侠受了重伤，灭霸轻松扛住攻击，并来到钢铁侠面前，准备彻底毁灭他。这时，奇异博士却意外地喊了停定，主动将时间宝石交给了灭霸。灭霸说了句“你们真傻”，就将时间宝石装进了手套中。第94至96天，灭霸来到地球，准备一劳永逸地结束一切。这里的生物并不欢迎他，开始向他发起进攻。他先利用时间宝石颠倒和加速对手的年龄，以让他们死亡或失去攻击力，然后又用现实宝石将他们变成随机生物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又将所有的手下传送过来，让他们毁灭一切。不过他还是觉得毁灭速度太慢，他决定去找到最后的心灵宝石。第97至98天，灭霸传送到美队和幻视、红女巫面前。美队用他的盾牌攻击，但很快就被打败。接着，布鲁斯班纳穿着反浩克装甲攻击灭霸，虽然这有一定威力，但最终也不是对手。灭霸走向幻视和红女巫，此时幻视正在劝说红女巫从他头上取出心灵宝石，以拯救苍生。灭霸操控很多生物进行阻止，复仇者们也寸步不让。巴基用他的冲锋枪疯狂扫射，最终被灭霸消灭。黑寡妇和美队又加入了战斗，最终也被灭霸制服。当他走到幻视和红女巫面前时，发现已经来不及阻止红女巫毁灭心灵宝石。心灵宝石最终被毁，红女巫愤怒地为幻视的死而向灭霸复仇。充满怒气的红女巫很强大，但灭霸躲过她的攻击，走向了死亡的幻视。他快速使用时间宝石扭转时间，复活了幻视，随后将宝石从幻视头上取下后再次杀死了他。灭霸迫不及待地将最后一颗宝石放在了手套中，并准备打响指。就在这时，索尔出现和灭霸混战起来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最终灭霸被索尔压制，并被打得奄奄一息。不过此时灭霸却冷冷地说了句：“你应该直接砍掉我的头吧。”然后他打响了手指。第99天，一半的复仇者立即灰飞烟灭，从冬兵到黑豹，从格鲁特到红女巫，再到泰坦星上的奇异博士和护卫队成员，还有那个蜘蛛侠男孩，全都一一化为尘土。工作终于完成了，灭霸再次回到那个诡异的红色维度，在那里，幼年卡魔拉和星云正在玩耍，他们让爸爸陪他们一起玩，但当灭霸走近时，女儿们却立即消失了。第100天，灭霸知道是时候退休了，他完成了自认为此生最伟大的使命。在他准备进入眼前美丽的农场时，死亡女神突然出现。她说，因为灭霸完成了毁灭宇宙的任务，她准备和他在一起。这时死士再次出现，他得意地说自己没变为尘土，因为他是不死之身，要想带走死亡女神，必须先战胜她。灭霸看了看死士说，那就让我手动把你打进尘土里吧。随后开始不停狠揍死士，把他打得大喊求饶。进度条要结尾了，这里没有反转，灭霸最终和他的女神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屏幕前的你，对这个结局满意吗？